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大的帮助。但是有一些话，我觉得我还是要事先跟你说明白。请说。谢谢你这么愿意帮助我，但是我希望你对我的帮助纯粹是出于友谊。你知道我目前没有心情，也没有力气去谈感情。我刚看到你的秘书，我才知道你心痛的原因。我想，你应该……我明白，我们就心照不宣吧。你放心了，我如果帮助你有什么目的的话，我也太没格调了。让我们来证明，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可以相互欣赏，成为知己的。现在第一步骤，就让我们来讨论讨论如何帮你还清债务。你那20万，我也帮你一起还掉吧。反正你也债多不愁了嘛。2笔加起来总共150万，都算是我不要利息的无息借款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好吧，那现在你是我唯一的债主了，我们来谈一谈怎么还这笔钱好了。这是一大笔数字，如果靠你在酒吧和西餐厅拉小提琴来还的话，恐怕很多年都还不清。那干脆这样吧，我再借你50万，凑成200万，我用这50万来帮你投资。你知道的，人赚钱很难，钱赚钱很容易。我会用我的理财方式，用这50万尽快帮你赚到200万，这样你就可以尽快还掉我的这个欠债了。啊，哪有这样的？你再借我50万，去帮我投资，那万一投资输了怎么办？我爸就是投什么就输什么的。如果输了算我输，赢了算你赢。拜托，我是理财专家，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啊？韩立，我要怎么去谢谢你啊？怎么谢谢我？那就不要深夜去赶场表演了。深夜一个女孩子到处乱跑，实在太危险。要知道，你一个女孩子这么辛苦，你的母亲一定很难受的。你们母女的生活，等一下，我已经欠你太多了。我妈和我的生活还是要我自己来负责。再说，我赚了钱也可以投资啊，说不定我们可以赚得更多。那就暂时依你吧。你好，到静安区南京西路。叶凡，我来了。我终于跟你在同一个城市里，呼吸着一样的空气，感觉上我已经离你很近。你要等我，我有太多话要告诉你了。你一定让我找到你。哎，啊，我们3个这样住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吧？你现在腿已经好了，你妈什么时候回乡下住啊？你是不是也应该回你的宿舍去住了？我看我妈大概一点回乡下的意思都没有。我哪还有宿舍啊？我的宿舍小杜早就搬进去了。啊，完了完了，这下肯定完了，我姐非得骂死我不可。哎，海华姐骂你什么了？我这几次看她回来，好像确实不太高兴啊。我姐当然不高兴了，我们现在都没有结婚就同居在一起，我姐特别怕我受到伤害，她怕我以后嫁不出去。哎，怎么嫁不出去啊？你不是要嫁给我吗？我娶你啊，我们结婚啊。你又开始自说自话了，你怎么娶我啊？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买房子，难道你让我跟你妈去乡下住啊？我不可能离开上海，我更不可能辞掉我的工作的。我没说让你跟我到乡下去，我知道我妈来对你影响很大，虽然我妈也是好意，但是我知道你觉得没自由了，你别跟她计较啊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
你妈真的特别好，特别善良，我也很喜欢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身边总有个长辈在，我就特别的不习惯。就算连休假都不能睡到自然醒了，而且每天还要1桶水、2桶水的，我真的特别的累。是，我知道我的小梦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这事我一定去跟我妈沟通。其实我妈这人吧，她就是大而化之，当老师当习惯了，对谁都跟对自己学生似的，命令人做这做那的。你别生气啊！我没有生气，只是现在生活跟以前不同了，有些不习惯罢了。之前都是跟姐姐一起生活，现在变成3人生活，很有压力吧？我每天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做错什么，惹你妈不开心。嗨，你别怕她，我妈这人她就是没心眼。其实她早就爱你，爱到心坎里去了。她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媳妇了。小徐，这是基本问题。咱们俩现在是男女朋友，但是你这样的话，我就感觉好像把这事儿定了一样，弄得我心里特别的别扭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还在怀疑，我会不会嫁给你呢？什么？你连跟我结婚的想法你都动摇了？咱们现在哪有条件结婚啊？先不说买房的问题吧，就先说我跟我姐，我们的计划是攒好钱去欧洲找雪花。你之前给我们那个存折，我姐说以后会还给你的，她不想让我跟你婚前有过多的金钱上的来往，所以你就别为难我了，你就申请一间宿舍住吧。完了，这下完了。海华姐嫌弃我，小梦也动摇了，我妈来错了，工资太低了，房价太高了，我小学又快完蛋了。哪儿跟哪儿呀？你又来了。一凡，不知道你是不是还住在这儿？请问这里是叶家吗？我是法国来的齐飞，请问一凡住在这里吗？先生，你找错人了吧？我们这里姓周，不姓叶。伯母，这里不姓叶吗？我们刚搬来几个月，之前的住户好像是姓叶，我也不确定。你去问问管理中心吧。谢谢。果然搬家了。没关系，哥说过，找叶凡一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想找一个躲避的人，必须耐心的慢慢去找。你说的那间公司啊，已经倒闭了。现在我们这儿是全新的公司，没有姓叶的那个人。倒闭？怎么会倒闭了？这么突然？这具体的情况呢，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我们是从中介公司那儿租的这间办公室，所以你要想了解具体情况的话，可以问下他们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公司倒了，人去楼空，他们还欠我们好几个月的房租呢。现在就租给你刚去的那家公司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之前的那家公司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吗？之前啊，为了给房东收房租，我这儿有个会计小姐电话，您记一下。好。喂，小姐，对不起，请您不要再挂我的电话，我不是想烦你，我知道你是他们公司的会计，但是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我拜托你帮帮忙好不好？喂，喂，该死，又挂我电话。叶凡的妈是来跟我借过钱的，我也蛮同情她的。可是我们过的都是小老百姓的生活，我的孩子都在读书，根本就无法借她什么钱。最后我塞了200块钱给她，从此她再也没有来过。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，我就不清楚了。200块钱。又是一条断了的线索。叶凡，你这只枯叶蝶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你家破人亡，
在你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，我却在法国恨你。现在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保护你，陪你一起起飞。你到底在哪？能不能给我一点找到你的线索？小王，韩处长好。处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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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点事想跟您说，能不能耽误您点时间啊？什么事情啊？说吧。上次处长，您不是考虑要把我调到别的部门吗？那个部门工资要是高一点，我现在愿意考虑一下。怎么？工资不够用，还是家里出事了？公司有那个急难救助基金，如果有需要可以去申请。说缺钱也没错了，想要在上海买房结婚，哪那么容易啊？只不过没那么着急啊，我只是想看看在公司里能不能多干点活，多点工资就行。都考虑结婚的事情了。明白明白。照顾你就等于照顾我的秘书。其实你的职务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。陈科长不久就要离职，与其把你调到别的部门，还不如让你在总务科直接扶正。全公司有谁比你更了解公司的财产呢？处长，您的意思我好像没太听懂。意思就是我早就考虑要加重你的职权，调任为你总务科的储备科长。你就好好干，准备接手陈科长的位置。不过，往后的日子可能要经常加班和出差到各省的营业厅去盘点。你该不会又跟我说什么坏日子不能乘坐公共交通设施吧？那当然了，处长，怎么可以跟工作开玩笑呢？处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这样你的工资就增加了职务津贴，还有出差和加班的补贴，这样可以帮到你一些吗？处长，这哪是帮到一些呀，这是帮了我大大的忙了。我要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梦华，也让海华姐对我放心。处长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谢谢处长。快去吧。小梦，现在我工资高了，上海的房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现在只剩下我妈妈这一个大问题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你心中的障碍一一解除掉。我的退出还是对的。你们现在只要负责自己的工作，业务交给我。还有，欧洲那批货一定要马上赶出来，以免再度被仿冒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我们进入全面作战时代，大家一起加油，我们分秒必争。散会。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啊？班那里没关系吗？他在睡午觉，我才抽空出来的。有李嫂守着呢，应该没关系。我有点事找你，我们进去说吧。好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我托医院里面认识的医生帮我做的鉴定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那个小孩就是你儿子。
到时候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在乎这个孩子了。真是一个求婚的好理由。因为你以前的荒唐，就让我现在跟你结婚。理由是要在你爸去世之前给他一个孙子。你如果要这样的话，还不如直接找个代孕妈妈来的更快更实际吧。我只是直话直说，我以为我们两个之间已经不用再拐弯抹角了。关于这个孩子，关于我爸的状况，关于我的过去，你都了如指掌。而且我也跟你说过，爱上这样的我，你一定会付出代价。你既然都已经选择了我，现在情况演变成这样，你为什么又不配合啊？我为什么要配合？对于婚姻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；对于生儿育女，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。虽然老是被你们叫什么女暴君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有浪漫情怀的，好吗？我还是期待浪漫的，好吗？你这仓促求婚，简直就是把我心里所有的浪漫全部都打碎了。而且我坦白告诉你，关于现在就怀孕，我一点想法都没有。地球都在暖化，谁知道生小孩是好是坏？说不定到最后我连小孩都不想要呢。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谈过这些？因为你从来就没有仔细的、认真的走入过我的世界。我懂了，是因为这张亲子鉴定书，你想要离开我的生活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啊？是因为我跟你求婚，还是因为这个孩子？都有的。我突然觉得身上的担子好重，压力好大。你的爸爸，你爸爸的希望，你爸爸的健康，你的前女友，你的儿子，你的公司，还有你的态度。我的态度又怎么样啊？我不是你的员工，你一声吩咐我就必须照做。你从来都是用命令的口吻来跟我说话。结婚是，生儿育女也是。我觉得现在的你谈婚姻还有点太早了。鉴定书我先放这儿了，怎么跟你爸说，你自己看吧。我走了。你别走！你放手！如果你还想保住你爸的12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已经保不住我的海环了吗？你以前的话说的真好听，不管我的过去怎么样，你都能接受。现在事情发生了，你这个特立独行的女人，也不过如此嘛。你要走是吗？走啊！叔叔，你要带我出去玩吗？我想去动物园里看福利，看福利，看福利。混账！我为什么心里面还一直想着那小东西？他真的是我的儿子。
我的事情以后再说。哥，今天还是没有找到叶凡。你给我的所有资料几乎全部用完了，没有找到他任何线索。我一直以为叶凡只是躲我们，现在看来，他不止面对父亲的去世，还有生活的困难。我再看看法国大使馆有没有朋友，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找到他才好。哥，你赶快去法国大使馆帮我找找人脉，我已经心乱如麻了。现在我所有的骄傲全都没了，只要能找到他，让我多么谦卑我都可以，让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。启飞，任何线索都不要放弃。如果找到一个亲戚，就可能找到第二个，一个电话号码都不要疏忽。哥，他最近有给安卓发 email 吗？他的 IP 地址还是上海吗？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他已经离开了上海，这样我就要跑遍全中国了。我们这边最近都没收到他的信。你身体怎么样？让你带的胃乳片一定要记得吃。放心放心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帮我给安哲问好。就这样，拜。以后没有人会再去打扰隐藏在古堡里那座爱的温室。我很放心雪花有你，如果可以，我想用我的一生回馈你。可惜，在这封信寄出后，我将会切断你们和我的联系。但是我会常常写信给你和雪花，请你帮我念给他听，告诉他我有多么多么爱他。姐夫，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与谅解，永远记住火花是你们的温暖。后会有期，叶凡。我滚烫的心已经结成冰霜。齐飞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，雪花也已经有重生的欲望了，一切都在好转，不是吗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不好，我的心已经死了。叶凡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！携手走遍天涯路。晚上多吃点，才有力气唱歌啊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那个小秘书，我对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，好像似曾相识。我对他特别的有好感，真的。说来也奇怪，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他怎么就没有选择你呢？梦华呢，是一个平凡中的不平凡。她有时候傻傻的，别人欺负她，她都不知道。还是一个蛮天真的女孩。我追求梦华有点像儿戏，输了之后啊，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。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一个教训，从此以后啊，不会再自命不凡了。但其实，我觉得你这样也是一种潇洒的分手嘛，对吧？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分手也是需要学问的。我觉得你一定是那种高格调的退出。这个你也知道啊？当然了。那你前男友呢？为什么和你分手啊？其实我也很好奇，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子，既然得到了，就一定会当做珍宝，怎么会舍得分开？我们的故事说起来就太复杂了。我们是惨烈的分手，因为当时我们都不懂分手的学问，所以深深的伤害了对方。
其实也是我自己的错，因为他自尊心特别的强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原谅我。不说这个了，干杯。嗯，好。那他现在还会让你心痛吗？是。不过还好，现在事情很多嘛，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慢慢忘记他了。而且，我最重要的是，就是让我妈过好日子。还有，我也要把你的债赶紧还清啊。你如果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债，就对我是一种侮辱。你有困难，我有能力，帮助你并不会让我损失什么。我正在仔细地帮你经营那50万，因为帮你经营，所以自己也投资下去，不能再让你赔钱，所以特别用心。结果我也跟着赚了，你就是我的福星，说不定啊，我还要好好谢谢你。我觉得你这个人真是太有趣了，你居然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除我的不安。韩丽，说实话，我真的觉得我回国以来交到你这个朋友是我最大的收获。这才是我要听到的。嗨，你们在谈什么呢？一会儿很沉重，一会儿又笑得嘻嘻哈哈的。我看得很嫉妒，真希望也有像你们这样的异性朋友。你们一个是钢琴才女，一个是小提琴才女，你们2个人把这个星辰餐厅炒得火热，还会缺少异性朋友吗？我明天叫一票朋友来，你们可不要应付不过来哦。我们的眼光太高，只有像你韩丽这样的人才，我们才会感兴趣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净找那些癞蛤蟆，让他们来招惹我们，小心我们会让你下不来台的。好好，秋水啊，谢谢你的恭维，我心领了。两位美女，该你们上场了，快点。好好，马上，我先去了。快去吧。先合着，我那边的事忙完了再陪你喝酒。好啊。对不起，齐先生，没能帮上你的忙，真不好意思。叶凡这孩子啊，是我所有学生里资质最好，但却是脾气最强的一个。我了解他，他如果存心与大家失去联系，那就是大海捞针也未必能找得到的。是，他的个性我确实领教了。今天很冒昧来打扰您，我以为您是他的导师。或许他回国后还会来学校看看。对不起，耽误您上课了。没关系，经你这么来打听，我也担心起来了。你如果找到叶凡，让他跟我联系一下，免得我牵挂。毕竟我教了他3年。真对不起，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对他牵挂的人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学生。他是叶凡在学校里最要好的同学，我想你可以找他问问叶凡的下落。是吗？叶凡最要好的同学有几个？老师，您能不能把所有的号码通通都告诉我？没问题。谢谢老师。别客气。谢谢。杜秋水，杜秋水是叶凡的好朋友，那叶凡应该会找他的好朋友。希望这位秋水能帮忙找到我的伊人。停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停机呢？叶凡，对不起。刚刚是你打电话给我的吗？你找叶凡？是，我找他。他跟你联系了吗？
听说你是叶凡以前的死党和好友。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挺好的，不过后来他去了法国，好像混得还不错，考进了一个什么学校。是，我就是从法国来的。叶凡现在回到上海了，请问他到底跟你联系了没有？没有，他没有跟我联络，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不过听说他爸爸去世了。是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但是他还有母亲，他们能去哪里呢？对不起，我知道的也跟你差不多。其实叶凡这个人，他挺神秘的，很多事情都不跟我们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多少的回忆随着细雨在飘飞。海华，你还真有一套。我听说你是给那个孩子吃了一根棒棒糖，然后从糖上的唾液去验出来的结果啊。哎，小子，你也别抗拒这个结果了。上头写的99.999%是你的孩子，认命吧啊！爸，我知道你很想要有一个孙子，我知道你现在什么事都很急，但是这个鉴定书对我来说就像个炸弹一样。我跟季海霞那一段，是我不堪回首的一段，在这一段荒唐岁月里面，却留下了一个孩子。这对我跟海华来说是多么的晴天霹雳，甚至以后可能对海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你用不着替我发言，是不是打击你也不用替我的心情说话。我为什么不能帮你说话？这整件事对你来说，你是最痛苦的。你把所有的情绪都压抑在你的心里，最后都反射到我的身上，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未来。这对我来说，后果太严重了。海华，原来是你在反对。我有这样的老子已经够了，现在又要去找回一个要不回来的儿子。我夹在老子跟儿子中间，又夹在海华跟老子跟儿子中间，我都已经快变成神经病了。叶凡，上海2000多万人口，你到底住在哪一家哪一户呢？为什么所有跟你相关的人完全不知道你的去向？我现在到底去哪里才可以找到你呢？连公安局都去查过了，和我最爱的小提琴过着披星戴月的生活。披星戴月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到底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？
月星家具，披星戴月。叶凡，你有留线索给我，我终于找到你的线索了。跟音乐有关的话，应该是乐团。那上海一共有几个交响乐团呢？那眼繁华，现在尽是沧桑。我滚烫的心。喂，您好，我想麻烦您一件事情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最近有没有新招入一位小提琴手？名字叫叶凡，就是眼睛大大的，头发长长的。人海中的你，不知在何方。叶凡，失去了你，这么多灯光加起来都是寂寞。我曾经梦到你对我说，你会让我再也找不到你，不会是真的吧？啊，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明天见。哎，你的那个异性朋友、忠实粉丝还在等你呢。什么忠实粉丝啊？我们只是谈得来的好朋友而已，别瞎说。男女之间怎么可能有谈得来的好朋友啊？哎，我看你们啊，一开始是好朋友，再后来就是好情人了。就你懂？就我懂。我看他正一步步的向你撒下情网，你这个笨叶子，被人家网住了都不知道。我跟他之前说的清清楚楚的，你要乱想，自己回家乱想去吧。好了，我妈在家等我睡觉呢，我走了。要走也是我先走。拜拜。讨厌。你今天又想送我回家吗？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顺路，我想你以后不要那么做了。先不讨论这个问题好吗？跟我来，带你看一些东西。怎么，你不卖五金，改卖衣服了？卖衣服，恐怕不是我的强项吧？是你的尺寸，应该没有错的。这些都是要送给你的。这些都是要送给我的？是啊，你现在几乎已经成为星辰、黑洞，还有满月的排柱子了，不能总穿这几身吧？你把这些都带回家试穿看看，不喜欢的、尺寸不合的，7天之内都可以退款。韩丽，你不能这样。我们之前都说好了，只是单纯的好朋友而已。你帮助我的真的已经够多了，现在又送这些衣服给我，这样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你不要误会好吗？我呢是一名现实的企业家，已经在你身上投资了一大笔钱了。为了能够顺利的把投资早日收回，我当然要经营好你这个投资项目，因为你已经是我的商品。既然是商品，那就需要包装。你说的怎么好像你是我的经纪人一样？好吧，既然人家都说债多不愁，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喏，你试试看。啾啾！我的徐小豆还在为你战斗着。今天我要送你一对小爱，让你随时感觉到爱的力量，感觉到我小徐的魔力。小爱，好漂亮的一对鸟啊！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个可是我从商场买回来的，很贵的。不过，为了我家的小梦，我也不能太抠门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我也要升官了，所以啊，二话不说我就给你买下来了。哎，从此啊，我们就要像这对爱情鸟一样，你情我爱，亲亲爱爱，不能不爱，天天相爱。哎，你这就是从哪个网络上抄袭下来的肉麻话呀？什么啊，冤枉啊！这么俗又这么土的话，只有我这个笨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啊！能不能小声一点啊？待会儿大家都看过来了。怎么了？我现在已经可以光明正大、名正言顺的在上班时间过来献个小殷勤，
你就别老大惊小怪的。更何况他们对我徐浩的神出鬼没也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哎，这对爱情鸟呢，是要为我妈的事道歉的。那你还是好好哄哄你妈，看你妈妈什么时候能早点回去吧。爱情鸟说了，徐浩，糟糕，老妈小梦难搞，有口难开，怎么是好？还小，你傻不傻呀？我才不傻。好了，你不生气了？不生气啦。那我走了。嗯，拜拜。